蓝思追双手捧了中药汤从厨房出来，心不在焉地走着。突如其来的噩耗搅糊了他整个大脑，只会木然地发着呆，甚至到了静室连门也忘了敲，推开就直接走了进去。迎接他的是扑鼻而来的清冷檀香和满是寂静。没人谴责他的无礼，房间里暗沉沉一片。蓝思追这才像是回过神来了，低声不知对谁道了句歉，而后用背轻轻把门合上，走到屏风前站定。思追。这时苗山画水的屏风后传来一声轻唤，这声音又低又哑，还带了显而易见的疲惫。蓝思追闻声一惊，手剧烈一抖，药汤中发出清脆的碰撞声响。他犹疑着开口：韩光君。声音都颤抖着破了音。下一刻，屏风后走出一人，白衣抹额，身姿挺拔，然而平日里让人如沐春风般的笑意尽失，取而代之的是紧锁的眉头和满面的倦容。蓝思追来不及失望，连忙行礼：泽无君。蓝曦臣和蓝忘机虽为兄弟，相貌几乎无二，但是气质却天差地迥，声音更是如此。然而此刻蓝曦臣已经不眠不休守在蓝忘机床边整整2日了，身心俱疲，连带着声音都低哑了不少，一时竟连蓝思追都听差了。也所幸不是韩光君醒来了，否则……蓝思追不敢再想。蓝曦臣勉强冲他笑了笑，算作回礼。他小心翼翼地接过了那盅汤药，示意蓝思追可以先回去休息，而后转身就要再次回到屏风后，却被蓝思追开口叫住：泽无君。他不安地揪了揪衣角，这样一个孩子气的动作放在他这样稳重的人身上并不合适，可此刻他也顾不了这许多。韩光君到底什么时候能醒来啊？闻言，蓝曦臣脚步一顿，背影微微僵了僵，呆立片刻，才低声道：我不知道。不知道为何醒不来，也不知道何时能醒来。再说醒来又如何呢？就算醒来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给蓝忘机交代魏无羡死了这个事实，更何况这又是一次连尸骨都遍寻不见的死别。2日前，蓝曦臣接到一封来自兰陵金氏的加紧信件，信内说在兰陵附近思源镇境内见到兰家求救信号，金氏家主金陵闻讯带人前去增援。然而待他们找到发送信号的地点，却发现地上倒着一个浑身血迹的人，侧卧在地，已经失去了意识。金陵一眼认出正是韩光君蓝忘机，立刻着人联系姑苏蓝氏，同时从山下居民口中得知，上山的乃是2人，除昏迷的韩光君外，失踪的那人身着黑袍，腰佩长笛，马尾高束，据此描述正是魏无羡。蓝曦臣放下信纸，即刻亲赴兰陵，先去金陵台看了重伤的蓝忘机，而后又前往思源镇福陵山，见到了被金家人严守发现蓝忘机的地方。那是一片茂密森海，蓝曦臣去时正是白日，树林阴翳，鸣声上下，看起来与他们常去夜猎的地点并无什么不同。可蓝曦臣就是觉得不对劲。金家一名看守门生指给蓝曦臣看：蓝宗主，您旁边这棵树下就是发现韩光君的地方。蓝曦臣道了谢，抬手去看那棵树。那是一棵巨大的银杏，深秋时节，金黄的叶子被微风吹拂，打着旋儿飘落，仿佛展翅的枯叶蝶，格外赏心悦目。然而就是这层赏心悦目斜果下，不为人知的凶兽在阴暗处张大了嘴，咬碎了这浮于表面的美丽。蓝曦臣收回视线，矮下身子仔细查看树下光秃秃的土地，杂草都未生一根，因此土皮直接裸露了出来，暗红的土壤格外刺眼。是血。蓝曦臣心里一紧，这几日虽然并未下雨，但能让这一小片土地土色都显出暗红，显然出血量不小。据他刚刚看蓝忘机的伤势，这血应不是他一个人的。那么无羡呢？凭借蓝曦臣对他们2人的了解，若非死，2人是绝不会弃另一人而去的。更何况蓝忘机显然重伤，魏无羡更不可能将他自己抛在这里，独身离开。他去哪儿了？蓝曦臣的目光在地上缓缓游走，发现不远处的杂草坪上有一片倒伏的痕迹，也就是说，那片草坪上曾经有人拖着什么东西压过，因此隐隐压出了一条小路状痕迹。
他的心咯噔一下，重重落了下去，心里已经有了最坏的猜测。之后，蓝曦臣在金陵台见了从云梦匆匆赶来的江澄，蓝曦臣不敢说得太死，只是请他自己去现场看一看，之后便不敢再看他们救生二人的反应。蓝曦臣带着蓝忘机先行回了姑苏，留下蓝景仪与一众蓝家门生帮着寻找在他看来或已身亡的魏无羡，并留话道：万事不明，请容忘机醒后再做计较。据他见到蓝忘机至今已经2日有余，有着蓝家药汤滋养，蓝忘机的内伤外疮也恢复了个七七八八。按理来说，比这还重的伤他也不是没有受过，更何况这次的昏迷应该只是失血过多造成，但是2天过去仍未苏醒，这便不同寻常了。蓝家一众医师皆是束手无策，只是隐晦地表示，或许是魂魄上出了问题，建议找一些招魂的法器试一试。蓝曦臣愁眉莫展，却不敢在心系侄儿的叔父面前说的太多，只含糊应道：身体恢复不错，不日便能醒来。沉甸甸的心事压着他，几日之间几乎要生出皱纹来。蓝思追目送着那同韩光君一模一样的背影绕过屏风，进了内室，却迟迟不肯离开，开口央求道：泽无君，您去歇一会儿吧，我来照顾韩光君。蓝曦臣不置可否，只道：你进来吧。蓝思追平了呼吸，轻手轻脚进了内室。他从未进过净室的内室，原来只韩光俊一人住在净室时，整间净室都不允许外人踏入。他与净室最近的距离，也就是传话敲门的时候。后来老祖前辈入主净室，韩光俊待在净室的时候便长了许多，因此蓝思追便也因了请教问题的由头，成了净室的常客。指内室，蓝思追连看都没好意思看过，更别提进了。然而进了内室之后，蓝思追却什么打量也顾不得了，入眼便是蓝忘机苍白的脸和似乎因昏睡的并不安稳而紧锁的眉头。蓝曦臣似乎是实在找不到什么人来说一说心事，憋得狠了，便随手抓了蓝思追到苦水。忘机是不是已经告诉你了，你是被抱回来的事？蓝思追垂眸回道：是。你被抱回来的时候，就是上一次魏公子身死的时候。蓝曦臣叹了口气：你可能记不太清了，那个时候忘机身受戒鞭，重伤未愈，硬撑着去乱葬岗上寻魏公子，将你抱回后几近崩溃，如今又要重蹈覆辙。为人兄长，每次给他传的都是噩耗，我实在是不知该怎么办好了。蓝思追回道：为前辈身死而魂魄复生，本是天道赐福，不该中道诱语，或许另有生机。蓝曦臣闻言眉心微动，他伸手照他至身前指给他看。医师说忘机长久未醒，或与魂魄相关，让我寻招魂法器一事。然而我前几日带忘机回云深不知处时，发现他手上有此戒，总觉熟悉，但便翻藏书阁，未见相关。思追，你随他们2人时间长些，你可见过？蓝思追顺他手指向看过去，一枚古铜色的戒指正戴在蓝忘机白皙修长的无名指上，戒指上一颗很小的不知是何材质的宝石泛着莹莹黄光，隐有灵力流转。这个是，我知道这个。蓝思追脑海的记忆猛然被唤醒，这是为前辈自己做的，他这次夜猎之前刚做好，这个叫结魂戒。结魂戒。魏无羡笑眯眯地拿出来一个绸缎盒子。天色未晚，浓稠的夜色还未降临，山间起了一层薄薄的雾，丝缕绸纱般裹在2人身侧，和着飘零银杏。魏无羡心中打了个小小的响指，完美。蓝忘机微微睁大了眼，看着魏无羡打开了那个绸缎盒子，盒子里面并排嵌着一对铜戒，样式古朴，也没有什么繁复的花纹，只有一颗小小的宝石坠在其上，暗光流转。结魂。取自结发铜枕席，魂梦暗相亲。魏无羡取出一枚，对着他的手比划了几下，复又抬头笑道：韩光俊，给点表情啊。蓝忘机抬眼将视线从他手中的戒指移到他的脸上，浅色瞳孔颇为专注地看着他的眼睛。有何功用？魏无羡含糊道：没什么功用。偏了偏头不看他，就是个小玩意，怎么要求这么高呀？
没有。蓝忘机不疑有他，伸手要接过他手中的戒指。